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交车啦。首先，我们狂贺们白白即将成为2026年全台湾首批全新世代390车系的第一位车主。第一题哦，是第一位哦，第一位。哇哦，哇，耍特权就是不一样。目前的心情如何？哦，非常的紧张又兴奋。对，终于。哦，因为也好一段时间没骑车了，对，刚好对都没有车子这样子。可是我们不是说好要当一辈子的 B 那边嘴脸吗？哎呀，然后你忘了吗？去年冬天我们在5届那时候夜黑风高的夜晚，我又记得灯光美气氛佳，你我2杯黄汤下肚，啊，我就情不自禁签订了GS，签了个怪怪的东西，多好的2人2车，一黑一白，黑白双煞。哎呀，如今是怎么回事？不小心变叛徒了。对。白白说的云淡风轻，我又何苦一往情深？且把时间拉回到去年冬天。Oh no！ 白白终于在台上领了这个叫做订购契约书，白白就订购了2书，其实是台湾首发的第一台 Ride and Buy， 还有个。我们来交车哦，来跟你讲一下车子的配置哦。好，这边是压缩，这边回弹。OK， 感谢几个的诚心分享。是说 KTM 本该是实战派，白白也早已 ready to race。交车的繁殖细节就不再冗述，全台湾首位 KTM 车主实际骑乘心得才是这部影片的重中之重。但在那之前，就让我快速简略一遍 KTM 390的新一代家族：公路冒险390 ADV-X。全地形冒险390 ADV-R， 叛逆滑胎390 SMC-R， 以及白白花了33万8千所买下能挂牌上路的硬耐力 Enduro-R。这版本的390可谓是这列之中吐露最具侵略性的存在。前21寸、后18寸的轮胎，趋向纯粹的越野本质，在视觉上更是拥有压制一切地形的魄力。而且不上绕的排气管，让侧面的车身线条显得更加精炼。我个人认为是真的有点帅。OK， 下规格就直接速照本宣科，赶着进入白白的新车上路首期的环节。单缸水冷，排气量398.63cc， 马力45匹，扭力39牛顿米，前后悬吊行程都是230 mm， 座高890 mm， 车辆整备重量165公斤，油箱容量9公升。规格数据就大概如此些，反正网上资料一堆，如果还看得不够，想要再深度了解的话，或许可以到台南5级重测找几个促膝长谈。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白白，一起倾听白白新车首期最直触的车主心得。好，那就开心的领到车子了。哦，其实这样实际刚刚试乘一段时间以后，整个车子的高度其实真的蛮高的。很高哦，对啊，它890啊，我变得我脚就。脚尖可以啦，脚尖可以啦，有成功一点，对，脚尖可以，对，但平常还是要移出来了。可是加铁靴应该会刚刚好，对啊，加铁靴的话就还 OK。对，加装备的话，那重量下去的话，来之后礼拜6测看看，对啊，对。然后另外刚也发现一点，应该说订之前没有注意到，没想到这台车竟然要加98。它竟然要加98的汽油，对，这样压力就有一点大了，对，好像是因为吉哥是说这一台的压缩比较高，对，所以刚刚加下去的时候，有心痛了一下，对，因为我原本是打算这一台除了 off-road 以外，也要当通勤使用，所以就对，没关系，我们到时候看看这段期间，我可能会先骑通勤啊，然后看一下它的油耗啊之类的表现，再来做判断了，对。可是很轻呐，整台车的感觉，对啊，有点阿福那种感觉，当然还没倒车过、扶起来过啦，但应该反正一定比800好，就是，毕竟这个已经是 Enduro 了，跟 ADV 可能不能一起来比了，然后刚刚骑乘的话，其实还有遇到一个问题，虽然其实我跟那个几个车友上次试乘的时候，有先来试了一段时间，对。然后就是现在试这一台的时候是有发现一个小问题，对，但我觉得是因为车刚来的关系啊，就是它这台车在 off-road 模式下啊，
它在低转的时候，大概1000到2000这个中间呢，你油门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油掉下来，就是没有供油减少的状况，然后会导致它蛮容易熄火的。KTM 的技师有聊一下，他是说现在的喷射系统它其实都有那种学习模式啊，所以这台车刚开始嘛，对，所以没什么资料，所以它比较容易会有这个问题这样子那样。后面其实骑久以后，它可能参数学习的比较多了，那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熄火的状况发生。而且 Street 模式的话就比较少，它在那个低转就是1000到2000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这种 drop 下来的问题。所以可能这部分有先回报回去了啦。那接下来就是这几天通勤的时候，我会再观察看看。虽然我平常通勤，我理论上应该是不会用 off-road 模式在骑啦，而且我们这礼拜六，下礼拜六，刚好也是香港杯的活动，就是一个比较正式 off-road 的环节啦。那这部分到时候就可以来测看看这一台 off-road 的性能如何。虽然它都还没训车完，这么快打打杀杀，我不知道对它是好还是坏了。但目前现在骑起来，公路模式下的话，其实都还 OK。对啊，我是觉得现在如果单纯通勤的话，这样的一个设定的状况，其实是还不错的。其实跟 KTM 的缘分啊，应该是从2年前，就是那一次去马来西亚婆罗洲那时候骑的时候，骑成了那个250 KTM 250 ADV， 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KTM 的 ADV 车种，就哇，它的耐久度啊，还有效果，其实还蛮让我讶异的啦，因为之前都是骑 BMW 的车嘛。所以其实当时从 BMW 转来 KTM 的时候，其实是没到那么担心啦，特别是有摸过实车以后，就也还好，那比想象中的状况还是什么都还 OK， 对啊，所以当然后面就用时间来证明看看它的效果了，这样子。其实它骑起来让我比较讶异的点是，它整个的我不知道是重心的设计还是车重的关系，它整个骑起来其实跟我之前骑的 CF150 阿福，我觉得还蛮接近的。它没有那么大的重量的负担这台车我应该剩下后面应该是会再补装那个后货架，因为还是会有一些装东西的需求啦。我觉得这个比 CRF 300L 也再轻一点我自己的感觉，对啊，有可能。对，它在下面少了那一段重量，对啊，你就没有后面那一坨希望它排气管不会掉下来了。2117啊，2118，所以我发现它的油门的冲劲好像大概4000和5000，它会瞬间有一个扭力或者推力把你推出去，对啊。但它的也可能是 CC 数比较小的关系，所以它会比较延迟一点。如果跟我的中鸟比的话，对啊，之前中鸟的话就是你怎么给它就是怎么冲，它的油门的饱满度是很扎实的，对，每一段都有它的动力在，但390就是毕竟单缸嘛，对啊，所以我现在可能还要习惯一下给油的状况，基本上我觉得都要给的蛮多的，就是我油门转的扣打都要再多转一些才行，对，可能不止一些，我觉得要很大对。它反应没那么的敏感对啊，跟800比起来的话，我可能已经被红牌宠坏了我可能已经被红牌宠坏了。其实原本也是有考虑390 ADV-R 啦，或 ADV-X， 对吧？但就是主要是2个点，一个是有看到这台车有上面的 ABS 关闭键，就心动了一下，原来它可以手动直接帮我把这东西关掉，对，这很棒棒，对，威力棒棒，对啊，左手的拉杆我真的要换一下。OK， 原厂的太长了啦，原厂因为比较长所以要不然我原本越野我习惯就是2指而已。对，现在2指那个会压到我的那个无名指和小指都有点痛，所以我可能要买短拉杆做更换了，对啊。因为基本上目前我应该还是会先以原厂车的状态啦，什么后照镜护工这些东西都还是先以原厂的状态先做使用。那之后再来看像是避震的一些调整之类的它全部都可以手调，对吧？其实可以骑的时候，干好硬，对吧？那这样避震这样很方便呢。虽然我觉得公路上应该调的几率不高啦，就其实它油门补的话，其实那个瞬间推力也是很凶制动力也 OK，
那没什么问题。而且现在是 Stream 模式的话，它本身还是有 ABS 的功能，对，所以效果也不错。现在车子的油温，它油温110了，还有点高。啊，冷却也到98了，有一定的热度啊。其实我椅垫下面已经有那个热度在了，对吧？它屁屁下面已经有那个热度了，可也可能是我刚开始在吹了，吹太大力了，试一下 ABS， 对啊 ，ABS 会做动了，它 ABS 不是那种打，它是有点给压力住那种感觉，它会泄油，它不像我们那个 BMW 是直接啪，对，它不太一样，对，我感觉它是比较像把油泄开，但它不是用点的，它是一个线性那种感觉。刚 TC 也有介入还有看到发现它 TC 会介入一下，好酸，对吧？要再调一下，这个第一个要改的。危险！所以它一档这样还是蛮有力的。刚刚不顺应该还是离合器的间隙啦，还要再调整一下。对了，刚刚那个吉哥也有提到，就是中低排气量的车，它原厂给的机油，新车原厂给的机油可能品质不是那么好，所以它是比较建议说能早一点换油就早一点换油。对，所以我目前是有预计，就是等那个我不是会先通勤练一下吗？通勤完以后再来可能就会直接先来吉哥那边保养，换一下比较好的油。对。机油很重要，要不然我怕到时候那个去商场杯 off road 一下就把它超爆了。这台车是需要花点时间培养感情的车啊，我目前的感受的话，没错，感情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培养。But sometimes 信仰转移就只需瞬间眼神的确认，白白个人的温暖从此转移到另一台车的回报。在交车庆功宴的时候，白白也坦诚说，这不只是品牌的选择，而是他终于决定选择骑进不同以往的世界。简而言之，如今看来，一般的越野路线已经满足不了白白 ，ADV 车型也无法跟上白白仕途的胃口。再加上白白稍早提到那一年横贯婆罗洲超过3500公里的那场冒险，他与 KTM 在热带雨林建立起来的革命情感，在极限与未知之间反复拉扯的那些瞬间，想避讳的东西早就在他心里已悄然种下。希望白白不是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那一种被害人爱上家人的狗血桥段。反正呢，车界传说路的尽头正是 KTM 的起点，且看白白在全新之路之中会迎来什么样的觉醒与转变。OK， 我是克里斯，画面中这位是全台 KTM 390首发车主白白，我们下次领导见，拜。